去那个吃饭那个地方是啥的吧？我们吃饭那个地方比较好了。天哪！没想到，因为我一开始，我是真的就是觉得，这个题材太难了，它一天之内你不可能说准备一些理论性很强的东西。没问题，我觉得我们只要把资料搜得够全。可以。我觉得现在太乱了，我心里。怎么样？有没有想法，朋友？没有想法，一点没有，毫无头绪。我现在也没有太多想法，因为因为我们现在对这个选题还没开始了解嘛。这个太考基点了，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AI 这个领域非常细分，里面那些专有名词、那些技术路径、学科观点，它怎么展开呀？我个人感觉啊，我就总结下来，这个东西难就难在是一个整体能力的考量。就第一，你作为主持人的一个能力，你语言表达，你在现场怎么更好的带别人去做展示，把所有东西都串联起来，这是一个能力。第二个，做记者的这种突破能力，单点突破的能力。到一个新闻现场之后，你能不能找到好的点？找到好的点之后，你能不能联系到这个人？联系到这个人之后，人家愿不愿意说？你沟通能力怎么样？宣传现场那么多观众的情况下，你能不能进得去？比别人抢得先机，这个很难的一件事儿。对。第三个，我觉得就是主编的能力，还不是编辑的能力。主编要负责把控整个版面，每一段落我讲什么，我到底总体是一个什么主题，用哪几个关键词或者哪几个板块，把它整体给它呈现出来。我觉得对于业务能力要求是非常强的一件事。尤其是最后这一点，而且我很想看他们每组2个人是怎么分工的。对，这个分工也挺有讲究的。对，就是他们是2个人同时出镜，还是一个人先出，还是你负责几个摊，还是谁先谁后？我觉得对时间的利用、资源的利用都挺讲究的。这确实太难了，在这个环节上这个考核啊。2个人同时，我感觉更难哈。更难，因为它还有一个搭配配合。让他们怎么商量这事儿？你觉得是同时2个人出镜，还是一个人单独出镜会比较好？我觉得一个人，因为它本身直播是很有互动性的嘛。其实你作为你第2视角，你去跟大家互动，其实最好。就是我的想法是要体现出这个节目为什么非得是我们2个来主持，而不能是别人。一个是我们个人的主持风格，一个是我觉得最后的10分钟或者几分钟，我们2个要同时在屏幕里出现。这个思路是不是也是好的？这个确实可以。就是我们2个最后带领大家有一个比较完整、比较欢快，也比较互动性的结尾。我也觉得是。我觉得互动性跟体验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个摄像机去带着电视机前的屏幕的观众朋友们去设身处地的体验每一项项目带给他们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擅不擅长做就是那种现场的体验类型的那种，通过你的表情、你的情绪，把这个内容很直观的传递给观众。你觉得你这方面，我就担心我说的太沉了、太稳了，以至于它的生动性没有办法特别好的展现出来。嗨起来，宇哥。生动性其实不靠说的，现场永远比你说的更生动，对吧？对，但是我是觉得你能展现出来。对，因为我知道我可能比较擅长这方面，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尝试。我肯定会，我可以尝试，我肯定我愿意尝试，但是我毕竟是一个我知道竞争，我是怕拖你后。不会，我觉得就咱俩既然在一个组，我们就发挥各自的优势，然后共同把这个东西弄好嘛。你先看内容。但雨佳也许会把玉哥激发出来，因为雨佳是特别直给、青春的那种，特别阳光，有什么说什么。那出镜方式，你是觉得我们2个一起出镜？我觉得一起的话，第一安心一点，第一安心一点，第2就是不用一个人，因为一个人叭叭叭叭说很累的。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2个同时出镜，那谁去联系采访嘉宾呢？直接问的话，其实会尴尬吗？比如说直接问说，我想问一下，我刚刚看到您体验了这个项目，您觉得你有什么想法？根据我就是这种经验，就很我觉得大部分人他们看到这个镜头，他们第一反应就是说他们不要采访。
哎呦，现场抓不一定同意。对，这个真不一定同意，这不一定配合，然后也不一定能高效率的出东西。不，我们可以在直播我们游玩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观察那些人躲镜头。如果想躲镜头的话，他看到镜头第一眼，他可能就会走开。但这样子，我们2个人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思可能没有办法顾那么全吧。有可能他就是好奇，但他并不想出镜。明白。哎呦，不行，我觉得还是冒险的。我们可以，这个我们可以再商量，我觉得。我觉得这个直播我们肯定是要准备好一些资料，但是我觉得很多都是明天见了情况详细确定的。我其实突然想了一下，我们的4位导师，从臧希老师和白学习老师的角度来看，他肯定还是希望这1个小时的直播，他能收获一些有效内容的。不，他要收获的话，前3个小时就能够收获完了。他如果前3个小时都在接收很大的信息量的话，那我们最后1个小时，我们还是要给情绪价值。哦，是的，就是我们的感受，就是快乐、轻松，对，2只快乐小狗，对，去玩的那种感觉。是，就虽然这个玩意是个高科技，但是我们带着大家来玩，搞奇招，也许有奇效。我们有时候也可以跟观众互动一下，比如说，哎，大家可以看一下，哇，我们就可以 Q 一下。你知道老师，哇 Q 哇那个东西好像哇好有趣，怎么样的？我们甚至还可以这样，就比如说，就这边有一个很大那种飞机什么的，然后你或者我们就跑过去。假装合照，我说给我拍照，对，就那种。可以，对，就是这样子，就很有活力。整个要轻松。我们开场要不要这样？就是2个人背靠背，这样出来，然后开始做自我介绍。我觉得我们的肢体动作可以打，就比如说 “Hello， 大家好”，就这种感觉。Hello， 大家好，这种感觉。可以，哒哒啦哒哒。耶！这样你觉得这样状态是 OK 的，是吗？我觉得这样状态挺好的。挺好的。我们还是很有默契的呀。对。你想想，我们没有互选中过哎，这个表情。而且有你在，我会觉得安心很多。比如说像现在一样，有你在，我也很安心，跟现在一样。说实话，真的。好，我相信你。希望明天我们也安心一点。哎，我想听听他们怎么准备的这一组。你之前搞过吗？这种的？这个哦。我展会参加过，但我有关人工智能的我没有参加过。那好玩了，我2024年新华社北京国际车展的出镜记者，2个半小时，也是一镜到底。然后2023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编导。哦，那就好办了，那好办了。这个太重要了，机器人大会的编导。还有2023年服贸会的出镜记者。就是每天在跟这些东西打交道。稳了，我说，稳了，太稳了。我刚刚其实在想了一下，因为它不是一个2人的过程吗？我觉得我们俩还是必须都要出镜，这是第一点。然后第2点，我觉得在配合上会有从一个展台走到另一个展台吗？我们可以有的时候是双人，需要去互动的环节的时候，我们肯定是需要有一个人去提前做沟通，踩点儿。这个我跟你想的一模一样，我觉得咱们一定是要有单人的，要有双人的。对，哇，他们还默契上太快了。这样的话，我感觉有2点咱们很容易能达成共识。第一个就是，既然你觉得你对人工智能领域可能没那么了解，而刚巧我感觉我是有这一块知识体系的，然后这样的话，就你可以以一个行外人的视角去看到一个东西。我们需要这种区分开的视角。普通观众加业内人士。第2个就是，比如稍微复杂点的，可能一个人在这呈现，另外一个人就是把幕后的兜底的工作都做了。对，这样的话，在知识面上我们能区分开。然后在类型上，我们能配合得了。然后如果出现各种问题，一个人可以给另一个人兜底。如果有高光戏的话，2个人就可以一起出现在镜头里，一起打配合。我感觉还是有信心的。我觉得有点太顺利了，我们聊到现在。哎呀，你这个眼神。庞征满脸写着我选对人了，能力都很强，但是性格不同的这种结合在一块儿就很容易。诗文是主导性，庞征是正好配合性。对，庞征眼神情绪价值。对，庞征这个跟谁都能搭在一起，适配度超高。对。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姿态又要开始搞笑了。你觉得我有亲和力吗？你有呀？真的假的？真的呀。我说句心里话。我觉得我最喜欢你的一点就是你身上有着极强的亲和力。天哪，这个时候就开始，大家就要开始了。不，
翻译过来就叫观众缘儿。有一个抿嘴自信的那个，对，那种感觉自己很帅。Do you get it? Do you get it? Yeah. 不只是观众缘，别人会有跟我们交流的欲望啊。对，就是我们会让别人可能感觉没有那么紧张，所以我们在现场要多互动。对，同意。哦，原来在说这事儿呢，是在备战呢。所以，我们接下来该干嘛呢？接下来就是这样子的。一组就是你抽一的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你今天就可以要选定你到底要选哪个。对，其实我们就我们2个选就好了。然后我们选完，我们今天到明天中午的时间，全部就来准备这一个曲，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对，就选人机互动性强的，然后有趣的，然后可展示的内容丰富的，更好玩一点的。然后我想的就是我们俩的一个呈现方式，肯定会有一个开场，我觉得最抓人眼球的一个景开始，然后接下来我是建议我们就分一些单人的段，然后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再合到一起，或者中间有一些小的那种2个人的互动，跟嘉宾去聊天什么，你觉得怎么样？可以。OK。子泰他跟诗文在一起的时候就感觉很搭，现在他跟林薇在一起又感觉很搭，子泰百搭，子泰百搭。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智能时代同球共济，这次的面积是首次突破7万平方米，吸引了800余家企业参战。哎，这个点，今年在展会现场有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几乎随处可见具身智能。我已经列了几个了，然后一个灵巧手。就叫 Linker Hand， 它是可以就是抓东西啊、捏东西的。还有个叫 Maya 的3B 护理机器人，这个护理就是机器人按摩师给你按摩，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这个很有趣，而且老百姓们很关注。这个可以。他们现在对巨身比较感兴趣，然后他们在搜巨身，当然好互动啊。这几个都是在一个馆不还是？还不知道，还不知道，先筛是不是？现在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摇人在现场，他现在就在是最好的。我们摇一下。行，你看一下。哎，我联系到一个人，但是我得再问一下，他是在论坛还是在展厅？子泰的人脉特别广，在荔枝的时候也是联系到了2个很专业的朋友。对，哎兄弟，就是你对那个展厅了解吗？我正在这玩呢，我还挺开心玩的。哦，你正在展厅玩，我太感谢你了。那个，那您能不能就是一会儿你玩到好玩的东西，你给我拍个视频？行，那你就帮我拍一下，谢谢。联系到谁了？我怎么感觉那个人也像我同学啊？刚才说话那个，是吗？我正在这玩呢。我正在这玩呢，带点口音。喂，Hello。哎，你好。你好，我是这边想了解一下，您今天是有去展馆吗？我是明天早上的。哦，明白。然后明天是您出镜吗？可以啊。然后我这边已经敲定一个嘉宾了。哇，执行力。如果能再喊一个，反正就可以多问几个吧。喂。哎，姐您好。喂。哎，姐您好。Hello。俩人干起来客服了。哎呀，我内心有点偏向机器人。我也是偏向机器人，如果遇到机器人就好了。哎呦，也是巨身。我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刚刚理了一下这个表格出来，我们可以发起一个，比如说机器人陪我过一天，就打开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主题。想到一起了，我完全赞同这个想法。我刚才你看，我刚才这么写的：生活场景、空间、24小时时间、时空之间虚拟的幻象被人工智能具象为现实，我们就可以沿着这样的一个主线来走。哇，他们真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按照那个脉络，然后一步一步的来的，结构化。而且他俩能够匹配上，对，这个效率就高了。哎，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如果让你用英语简单的跟别人采访，你 OK 吗 ？OK。那我觉得我们有个点，就是我们可以，我知道，就找几个外国人，毕竟他是一个视，对。哇，他终于想起来用英语了。对呀，国际视角。前面的同学一定是有非常优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眼前一亮的感觉。但明天我们穿搭上也要穿的颜色要像一点，我觉得。好。我们要考虑到，如果说现场任务能让我们采访的人，我们该怎么撑下来？你觉得我们可不可以加一个和专家逛展区的
部分。可以，非常好。我们一定要最大的能力吸引住观众的目光。我们的主线就是今天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智能终端展区的实际应用。我们现在可以做的是想开头和结尾。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琳琅满目组合。人工智能在以下哪个垂类方面你最信任？可以，这个可以吧？咱们就把这个线条捋顺。就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底本，上点深度的东西，就是落点落到人，以人为本。呜呼！中间一度我感觉都可以直接投票了，就他们2个队长组，这俩人太可怕了，效率太高了。真不一定，真不一定吗？真不一定，因为其实现场的魅力就在于现场有特别多你意料不到的事情，所以你前面准备的结构越严密，你到现场遇到的挑战越大。哦，没有尊重流动性。对，所以说子琪如果去，一定是最佳直播主持人，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视角，就是我就带你逛逛，我感兴趣啥，估计也是你感兴趣的吧，对吧？就这其实是一que好的视角。观众的嘴替。弹幕老爷要看哪儿啊？我带你们去。对，弹幕老爷说去哪儿？我们去下一个展厅逛逛。逛逛。对。但思文跟庞征确实带给人的那种压迫感是很强的哈。庞征、思文他们叫分文必争，怎么样？叫 CP 名了。CP 名，分文必争。哦，是这样的哈。哎，如果智胜你在现场，像刚才几位的话，你要是要选搭档，你会优先选谁？我想选李卫。什么李卫？选搭档，工作搭档。对呀，那不然选什么呀？那不然选什么？你会选林卫呢？怎么在你那儿林卫已经超过周也了吗？没有吗？不能吧？这个事儿你都知道呀，哥哥。这能不知道？这了解的有点多，感觉。这哥哥你功课做的太多了。我还用做功课吗？往我这咔咔推，我这。Hello， 大家好，我是周也。哎呦，这个就是周也吗？实质上，这个就是周也吗？实质上，周也没来之前，天天听人念叨你的名字，你知道吗？你说说看，你会选谁？选周也。选搭档的话，我可能会选雨佳吧。要选雨佳？为什么？因为我发现雨佳是一个很青春、很阳光，然后也在很活泼的一个人。我觉得在现场，他那种跟人的那种交流感和亲近感，以及他带来的那种活力，就特别适合在那种大会上来展示，来作为一个出镜记者。因为那个会上我感觉就人会很多，就是很端正的在那里的话，我害怕会显得跟着整个会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我担心哈，我这不专业。林卫也青春，也有活力啊。对呀，林卫这笑容多甜啊。对啊。林卫当然也很好了。那人家不愿意跟你组队呢。但我不会选杨超越。我才不要跟徐志拜一组呢，听着就不好。志拜，杨落后，要你超越。但我觉得智胜刚才说的理由还蛮充分的，就是雨佳她的那整个气质风格呀，然后那种外向、张力、甜美，确实很像周也。对，什么呀？所以这个选择理由非常充分。俊林如果在现场的话，你肯定会选子泰。你抛开室友身份，你认真讲，如果是真的做直播的话，你会选谁？哇，真的做直播的话，哇，好难选啊！其实这种感觉。我其实觉得，如果要按照这个专业上来说的话，真的，那个林卫老师还真的还挺专业的，因为他还有经济学的这个背景，可能有学科背景，对，有学科背景，然后有这个留学的经验，然后可能在这种世界性的大会上面也会有一些你说的很对，因为他们如果碰到外国专家的话，无缝衔接的采访就能跟上了。这个时候双语在世界级大会上确实是有优势。
几位在选的时候，我其实也在想，选搭档可能有哪几个要考量的部分，或者最终会促使我们做出这个决定。因为今天其实场上也有很多有做过主持人的工作，或者有做过嘉宾主持的工作。在我们平时的真实的工作实践当中，我们选搭档是怎么选的？有没有一两个就是你心目中最理想的那种完美搭档？全林老师有吗？如果您真的要出去做一个采访，像这样的直播环境，我的真实的工作状况是我从来不选搭档。单兵作战。我可以接受跟任何人搭档，但我从不选择搭档。为啥呢？你自己如果有选人的话，那不是会更？就是因为其实直播是一个最终不是由2个主持人呈现的节目，它是由整个直播团队呈现的节目。然后你作为主持人来说，其实你已经有很高的话语权了，你还选搭档。那么导演的创作度在哪儿？摄像的创作度在哪儿？他们认为谁是更适合这个节目的？从他们的角度会怎么看？所以对于我来说，我是不选搭档的，我只等着被分配搭档。百搭就是我历史上唯一选过的搭档是只有撒贝宁。我上大学的时候拍电视剧，我是女主角，我选的男主角就是撒贝宁。演员搭档。我们在北大的时候拍过一个电视剧，对。其实也没关系，每个假期我们都可以横穿整个美国，也挺浪漫的。哎，怎么就我一个人说话？你怎么不说话？让蛋糕给噎住了呀？所以您跟萨老师有过感情戏？对，不巧是有的。然后我选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个矮，我不用垫苹果馅。按这个逻辑，子琪再也无法被选上当男主角，这么大高个。我可以垫苹果馅。OK 了，他们刚才各自已经这个配对已经就绪了，接下来直播前的踩点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他们要看一看基本的路线、基本的结构，包括现场的情况跟他们的预设是不是有差别。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直播踩点过程当中有哪些趣事儿发生，一起来看。